台中的一名高中生疑似遭到了多名校方人员言语辱骂，再将罪名，最后不堪压力而选择轻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中师长霸凌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这阵子有一则新闻引爆了网友们的怒火。台中有一位高中生在开学后没有几天就在家中寻短身亡。一开始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但后来网络上面开始出现一些声音，表示这名高中生的死都是学校师长造成的问题。后来高中生的家长呢也出来开记者会，指控学校的主任啊、教官、校安人员等人长期霸凌他的孩子，才导致孩子选择走上绝路。而随着更多的资讯浮上台面，台中教育局也紧急的介入处理，多名教职人员遭到了调职，正在等着接受调查。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而这些师长为何被指控霸凌学生呢？今天我们主要会根据人本教育基金会提供的资料，整理这一次事件的发生经过，也会补充一下事件目前最新的发展状况。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儿童节你都怎么帮小朋友过呢？不如放下3C， 一起沉浸在迷人的故事当中吧。芒狗狗绘本儿童节优惠6折起，募资2季都破100万，成品金石堂热卖当中，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最新的找找游戏本带孩子认识台湾景点，从开玩笑的故事当中学习同理他人，勇于表达。还有可爱的晚安故事，营造睡眠氛围。16本全套组输入77推荐，现省3330元。优惠的期间再送超可爱的芒狗狗折纸飞机，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快点击资讯的连结，入手最划算的儿童节礼物吧。为了方便等一下的讨论呢，我们会用男孩来代称这个学生。这位男孩呢，在2021年到2023年之间就读台中的某公立高中。因为男孩曾经有在校内喝酒啊、抽烟的记录，在高1的时候就被学校列为重点的辅导对象。而在去年的10月，男孩跟其他的同学从福利社回来的路上，突然被主任拦下来搜身。那虽然说呢，主任没有在男孩身上找到任何的违禁品哦，但是在其他的同学身上却发现了电子烟，而这些同学供称呢，电子烟是男孩提供的。于是，在没有进一步证据之下呢，男孩仍然被惩罚，被记了1支小过。而从那之后呢，男孩也就渐渐成为了校方的眼中钉。从去年的10月开始，主任啊、教官、校安人员开始频繁的对男孩搜身。之后，只要男孩手上有拿任何的物品，无论是不是他自己的物品，校方都会直接要求检查。每天都被当作罪犯看待，也让男孩非常不满，在 IG 上面愤怒地表示，学校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就对他搜身，根本是违法行为。而在学校的日子当中呢，男孩也常常因为各种奇怪的原因被学校记过处分。比如说有一次教室吵闹，男孩只是经过跟主任对到眼，主任就怀疑是男孩带头捣乱，记了警告2支。而其他同学拿了公用的延长线进教室，男孩看到也把自己的手机拿去充电，主任发现之后呢，又记了警告1支。还有一次，同学携带外校生进入教室，被导师质疑是男孩带来的朋友，即使多位的学生证明男孩根本不认识那位外校生，但还是又被记了1支警告。到了后来呢，校方人员把男孩跟他的父亲找来了学校，主任跟他们表示呢，男孩在学校的状况很多，如果不愿意自主休学，就是签切结书同意之后不再违反校规。男孩非常的生气，认为学校在搞他，明明其他同学也有很多缺旷课啊和记过的记录，那为什么呢？只有他收到休学单跟切结书？后来呢，男孩把休学单拿走之后直接烧掉，以泄心头之愤。而种种的摩擦呢，也让男孩跟学校的人员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12月中呢，有位学生向老师反映自己在学校遗失了500块钱。那由于这间高中呢有跑班上课的课程，而男孩又刚好坐过这位学生的位置，因此呢，主任教官在没有其他证据的状况之下，直接认定钱就是男孩偷的。教官跟校安人员把男孩叫过去质问，要求男孩主动承认，否则就是签切结书证明自己不是小偷。而他们疑似呢还威胁男孩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不然可能会送少年法庭处理。觉得被冤枉的男孩呢，在走廊上面愤怒的呐喊，明确的表示自己真的不是嫌疑人。我就已经跟你强调过，我没有偷东西，就跟你说留审，如果我不是嫌疑人，那为什么我的留审会有少年法庭？你为什么最后事情会闹到少年法庭啊？那对于男孩的解释，校方仍然半信半疑哦。后来男孩愤怒地向朋友表示自己被栽赃了，学校铁了心要他退学。而男孩也跟妈妈求救，担心自己真的会上法庭，可能需要找律师来帮忙。而这件事情之后呢，也导致男孩越来越抗拒去学校上课，旷课的记录越积越多。
今年的1月初呢，主任教官向导师反映，他观察到男孩的脸部出现不自然的抽搐，怀疑男孩有在吸食毒品。而在告知家长之后呢，男孩被迫进行验尿，但结果却是阴性，并没有验出任何的药物反应。一连串指控呢，都让男孩觉得自己被学校欺负。而不满的男孩呢，在书局买了丧葬仪式用的白包，撒在教室跟走廊的地上。家长表示，男孩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被学校诬赖，还有其他被针对的事情，教官都没有道歉，才会有这样子的抗议行为。而在白包事件过后呢，男孩的爸爸也注意到男孩的情绪似乎不太稳定，但是在他们找到解决方法之前，事情却出现了令人遗憾的结果。2月18日，男孩被发现在家里寻短身亡。男孩的死亡呢，震惊了校方，学校紧急对其他的学生进行安心辅导。但是学生拿到的资料当中呢，却把男孩写为意外离世，让很多的同学无法接受，认为学校对于男孩的死避重就轻。与此同时呢，脸书上面的匿名粉专也出现了多篇指控主任指控教官的贴文，认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刻意的针对男孩找茬，就是把男孩逼上绝路的杀人凶手。还有留言直接点名要求学务主任下台。面对网络上面的匿名批评呢，校方向同学表示很多都是不实的指控，主任也强调留言都已经截图交给律师去做后续的处理。而眼看事情越闹越大台中市教育局在事发过后的几个礼拜要求学校启动内部调查，男孩的家长也找了其他人士的帮忙，希望能够追究学校的责任。3月22日，男孩的家长与人本教育基金会还有地方民代等人一起召开了记者会。他们表示，男孩就是被学校迫害才会走上绝路的。而校方迫害的行为大致包含了几个面向。第一个是不当搜身，自从男孩被盯上之后呢，就时常被教官主任在没有任何理由下进行搜身，被学校当作是潜在的罪犯看待。男孩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就连其他同学也质疑主任是来当老师还是警察局长的。第二个是公然侮辱学校常常利用班内电视的跑马灯传唤男孩去学务处报到，但是人本基金会认为校方这样子随意的传唤并不是要处理事情，而是要透过公开的传唤让全校都知道男孩是学校的问题人物。甚至主任教官呢也曾经对其他的同学说过，他就是个社会的败类垃圾，不要跟他在一起，意图孤立排挤男孩。第三个则是栽赃罪名，之前的偷钱事件呢，校方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之下对男孩有罪推定，逼他承认自己是小偷，对于男孩的人格造成了很大的污蔑。而其他的迫害行为呢，还有包含像是强迫休学强迫写切结书等等，都把男孩一步一步逼向深渊，才会导致这个悲剧的结果。另外，他们也痛批男孩轻生之后，明明就有很多的网络留言指控学校的师生有霸凌问题，但是学校跟台中市的教育局却无视这些留言，还发布新闻稿，将男孩自杀的原因归咎于个人行为及家庭因素，企图逃避责任。记者会结束之后呢，愤怒的网友也灌爆了学校的粉专，要求学校马上给个说法。面对庞大的舆论压力学务主任表示，他在接获男孩轻生的消息时呢，也感到相当的错愕与不舍。他也表示自己会反省曾经对学生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次辅导管教的过程是不是做法不够周详，或者技巧还要再加强。同时，主任也强调，媒体所说的迫害学生、强迫退学、集体霸凌等等行为并不是事实。他会配合后续的调查，希望能够厘清真相，让校园恢复平静。而至于台中市教育局则表示呢，校方对于男孩轻生的处理态度消极。到我们截稿为止包含了像校长教官等相关人员已经有7个人被调离了岗位，而学校主任呢也被停止聘用，准备接受调查。不过，针对教育局的做法男孩的父亲也非常不满，他认为孩子都过世1个月了，教育局却这么晚出手，现在才把人调职，只是亡羊补牢而已。另外，校长呢被调职到的单位就是负责调查的教育局本身，也被人诟病。校长呢可能会影响调查的进行。但虽然教育局强调绝对会从严调查，不会宽待，但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质疑。那么下一步，教育局可能会对校内的上千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希望能够了解有没有人有目击事发经过，或是男孩的好友知不知道更多的内情，借此厘清事情的真相。教育局预计呢，应该会在这1-2个月内就有完整的调查结果，给所有人一个交代。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注意到，现在的资料来源比较单方面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完整，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更详细的事发经过，包含男孩轻生的确切原因师长、校安人员有哪些明确的霸凌事实，这些部分都还需要理清。那因为过去确实也发生过网友用力出征讨正义，但后来各方资讯逐渐完善之后，大家才发现案件大逆转的状况，所以我们觉得等待资讯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们自己在整理这些资讯的时候，坦白说也常常觉得很揪心，有很多无法理解的地方。一个
不到18岁的小男生呢，到底是受到多大的创伤才会决定寻短？如果资讯都属实，那最后这段时间他到底是怎么度过的？光是想到这边，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舍。那么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会让人这么愤怒，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个共感症太强了，像是违法搜身啊、搜包包、言语辱骂、排挤孤立这些管教的方式呢，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在学校里面看过，甚至亲身经历过。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用男孩来代称这位学生，因为我们相信有类似经验的人其实很多。而至于学校的处理方式，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解，从他们调查的速度、回应质疑的态度等等地方，很容易都会让大家感觉学校只是在避重就轻，只是想要息事宁人，并没有真心要检讨问题。那么觉得如果要平息大家的不满，积极处理并告知大家事件的真相，这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也只是第一步而已。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体系都必须要认真的正视老师霸凌学生的议题。过去在学校啊，或者是教育官方单位的反霸凌宣导当中，几乎都在关注学生霸凌学生的议题，不太会讨论到老师霸凌学生的部分。但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认为老师霸凌学生的问题并不少见，而且可能更加棘手。当老师利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去羞辱啊、欺压学生的时候，确实很难找到反抗的方法。而如果师长又身兼学生的申诉管道，受害学生呢很可能会求助无门，让状况变得越来越糟。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提供学生自我救济的方法非常重要。如何跳脱现有的体制，让学生受到委屈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反应管道，或是完善现有的不适任教师淘汰机制，让管教不当的师长啊、不适任的相关人员可以退场，或许也是下一个阶段大家可以关注的重点。这次的事件呢，结果令人非常遗憾，但我们希望这个惨痛的经验可以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避免一样的悲剧再度的发生。好的，那今天的话题比较沉重一点点哦，想问大家，你在学的时候，老师霸凌学生的状况普遍吗？很少，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比普通，偶尔有看到不当管教的行为，但通常都是个案，所以非常普遍哦。很多老师的管教方式呢都有问题，却没有人可以反抗。离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次事件发生什么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韩国校园霸凌文化以及教官该不该退出校园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